像这种大型的黄泥土的龟背竹啊，咱们怎么给它换盆啊？换到这个大瓷盆里，保证它的一个成活率啊。今天出个视频教程啊。首先咱们脱盆换土的时候啊，要把这个土球沿着盆边给它砸一砸，不要直接捡花盆啊。这个花盆对瓷盆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啊，用个3两的劲儿啊，啪一敲，这个根系就下来了。换盆的时候，第一步啊，咱们要检查它的根系啊。像这一颗，那么根系有绝大多数它已经腐烂了。哎，很多新手不检查它的烂根啊，直接夸往里种，种完以后卷叶打蔫，养不活。换土的时候啊，咱们要把这个土球是吧，给它梳理一下啊。像那种黄泥土的，咱们在什么时间换啊？就是这个土微微潮湿的时候啊，咱们像我这样轻轻一磕，那这个土球就掉了啊。如果这土质过干的时候，咱们给它匀点水，先浇点水，然后再去换。买到家后养不活啊，其实所有的猫腻都在这个什么，都在这个根系里啊。就是你看见了吗？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营养波。那么对龟背竹而言啊，影响不大。那如果说对这个其他植物而言，是吧？那么这个营养波是极其限制它生长的啊。中间的土球有个别的黄泥土啊，你就当它是护心土，你不要过于去整的太干净啊！你有些人拿鞋刷子刷，拿牙刷刷，像这种的空根烂根啊，咱们用手，你只要一撸啊，它就掉了，是吧？这些根系咱们给它适当的给它处理一下啊。咱们留什么根？留镊子这种韧性比较强的这种根系啊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啊，我很少用剪刀去修根啊，咱们就随意的去撸。像这种新根的生长啊，还可以啊。咱们养龟背竹最主要的就是后期它茎干的气生根的一个生长，是吧？像这种气生根，像这种活力很强的气生根扎到土里以后啊，这植物长得非常快。那么咱们种植任何植物啊，就是你会发现，只要是用这种陶盆啊，你不管那个陶盆的高矮，你都要做底部的一个淋水层啊，因为陶瓷盆底部这个东西它都是内凹的啊，它下边这个水不能完全淋出去。它会留很多一个水在底部啊，这叫积水。对植物来说，积水就是最致命的。咱们刚才换盆的这个废旧花盆是吧？我修剪了一下啊，边上留了2个这个大的这个豁口啊，利于它更好的进行排水。咱们把这个花盆啊倒扣进去，在你花盆底儿，是吧？然后边上还有这么宽的一个缝隙啊，这个缝隙咱们可以加什么？可以加桃粒儿。啊，你也可以加泡沫，你也可以加石头子儿，什么都可以啊。花盆底部的整体构造就中间是盆啊，边上是这个陶粒或者是泡沫啊，极大的减少你这个成本。咱们花盆底部填土的话，填多高啊？大概抹平以后啊，就是8到10厘米的一个高度啊。不要去使劲压底土啊，卷土我用的咱们泥炭为主的，咔咔松软的啊，咱们这个中沙大火土啊，它里边是泥炭、珍珠岩、火山石、树皮啊。你换盆的时候，土一定要先选好啊。你把黄泥土抖落出来了，很多人说我用田园土啊，你室内啊大瓷盆通风不好啊，那么环境对植物生长来说相对来说差一些啊。那么田园土它不容易干啊，对你后期养护难度、浇水比较难啊，它对植物根系生长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，主要是咱们浇水比较困难，是吧？后期板结你还得换啊。咱们这个土啊，它保水透气不板结，那么换完以后啊，像龟背竹这种植物，大概2年或者3年以后再换，那么就完全 OK 啊。那么咱们种植的时候啊，这个根系啊中间悬空的比较多，那么植物根系生长它需要贴近土壤、贴合土壤啊，避免咱们种植以后这个造成一个空根啊，不利于植物根系生长的一个条件，是吧？咱们先把土给它加到中间，把中间这个大的缝隙啊都给它添实啊，很多人管那个叫这个奶奶土，是吧？这都可以啊。那么添实以后啊，咱们倒扣在花盆当中，调整好位置啊，把这些粗根注意啊，别掰折了，顺着盆壁啊向下延伸就 OK。种植的时候造型啊，那么像龟背竹这种以观叶为主的这个植物啊，咱们尽量让叶片冲前啊，就是你花盆有正反向的啊，冲着前边，然后这个茎秆的位置啊，尽量冲后。那这样呢，后期后屁股这个茎秆啊，它夸夸长气生根往土里边扎。
那么前边长叶啊，后期的姿态会比较好，是吧？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啊，像龟背竹的后边啊，咱们尽量的留稍微宽一点的一个距离啊，因为根系都往后边长嘛，那么方便咱们后期插这个支撑杆、支撑棍，别让它躺着长，是吧？包括后期加一些水苔柱叫型啊，都方便咱们去操作，就不用再去倒腾花盆再重种了。我们的经验就是前期浇碾都给它处理好，咱们往周边去添土，周边土添完以后啊，倒一倒啊，给这个茎干啊，让这个土更多的下沉，让这个新土和根系更多的接触啊，这是极其利于它后期发根的啊。这个物理条件咱们一定要满足，土不要埋的太高啊。咱们把这个土扒拉下来，往哪塞？往盆边塞啊，周边一定要给它添实。左手扶着茎杆啊，那个右手给它周边土往下压啊，往下压，铁砂掌是吧？教的非常详细了啊。咱们新手换盆，你按照我的视频操作去做啊，一般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种完以后，竹不晃不倒啊，或者说你埋的比较浅的时候，竹有点晃。咱们先期要找一个竹竿啊，或者竹棍，给它进行绑定一个固定啊，别让它晃。等它顺利扎根以后，它不晃了，这竹竿就可以摘。脱完盆以后啊，我一般很少用氮磷钾围堵的那种复合肥啊，我用的都是咱们这个咔咔长根的这个微生物菌肥啊，它的作用就是帮助植物快速的进行发根啊，它不烧苗是吧？咱们新买的植物、新到家的植物、刚换盆的植物都可以用。撒在盆面以后，用土给它微微覆盖啊，等这个植物根系顺利的长出毛细根以后，咱们再去施加氮磷钾为主的肥料，它也赶趟。咱们换盆啊，一定是先让它长根，然后啊，咱们定根水一定要记住啊，什么叫定根水？就是普通的水啊，要给它浇足浇透啊，尽量把土壤当中细小的一些颗粒啊，这个往下浇，通过水啊往下冲一冲，和根儿和土贴合的更加完善啊，它是有利于植物发根的，这叫定根水啊，并不是卖的啊。很多人问我，你家定根水咋卖的啊？99顺丰包邮啊，一壶1.5升。那么整体给它换完以后啊，像龟背竹底部的这些小叶老叶啊，咱们可以适当的修剪那么2、3片啊。如果你想培养老桩的话，咱们要前期留4到5片大叶啊，让它尽量的恢复。恢复长出来一个新叶，把老叶剪掉，替换一个啊，再长出来新叶，再剪掉，这样循序渐进的，它就变成非常粗的大老桩，是吧？修剪的时候不要贴根剪啊，避免这个伤瘤造成感染，是吧？留个5厘米的位置，后期变黄干旱了，给它啪一扒拉一掉，完美愈合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